今天要介绍的 BD 是微尘爆发的一个 BD，在国服也叫做摧尘倾泻，是一个几乎是不用瞄准的一个 BD，就你左键指向一个地方，它会射出一个箭，然后打到地面上，然后它会搜寻旁边所有的怪，然后打到怪身上，就是全自动的一个导弹。然后我们使用的是我们的猎魔人升华，然后点出我们猎魔人0.4赛季非常强势的一个护盾，然后再点出左边的这个扑杀加上这个土路打击。土路打击这个是文本显示有错误，在编年史里面显示的是移除 5% 到 30% 的生命值，所以说非常厉害。然后天赋点我们去追求一些弩箭速度，去追求这个弩箭速度，然后以及一些免疫点燃、移动速度、攻击速度、闪避值之类的东西。然后技能我们选的是开上我们的无尽怒火3项，以及我们的风舞者，以及我们的冰结电结。你看我们的精魂达到了惊人的292点啊，其实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完成剧情任务之后，我们有100点的精魂，然后我们带上我们的这个精魂头，也被叫做蓝头，可以给我们100点的精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附魔精魂的这个就是因为它可以腐化嘛，可以腐化出这个精魂，可以腐化精魂，可以腐化20多点，然后再配合我们的项链，找一条前缀精魂再加基底精魂的60多点的项链。所以20多精魂加60多精魂可以凑出这个90精魂，再加上蓝头自己的100，可以凑出190点精魂，这样就可以开启我们的怒火3项双节，再加上一个风舞者的这么一个这么多光环。然后我们选2技能，再选用一个这个幻影射手，这就非常的厉害。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技能的大概组成部分。然后装备我们选用这个，因为我们要打3项嘛，所以需要武器最好是3种伤害都有。如果你缺少伤害呢，可以通过戒指去找点伤，以及我们的这个珠宝去补一些你缺少的伤害，这个后面再讲。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技能，首先就是我们的围城爆发，然后我们选的这个亢奋。为什么选择亢奋呢？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伤害并且你看，我的这个闪电伤害是比较欠缺的。这个是怎么看的呢？要前面加后面，最小伤害加上一个最大伤害除以2，就可以知道这个大概的伤害。比如说我们这个火焰，你就可以用7加15去除一个2，包括我们的冰冷伤害也可以用这个7加15除一个2，所以看出来我们的火焰和冰冷伤害是几乎接近的几乎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的闪电伤害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要1加上这个13去除以2，所以我们的闪电伤害比较低，所以我选用一个这个亢奋，在我们这个感电敌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额外的闪电伤害，这样不仅能补充我们伤害的同时呢，还能配平我们的3项。然后选择我们这个拉起来之流，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找这个穿抗了节省了非常多的点数，因为我们的伤害也够，所以说放一个流动非常的 OK。 然后选择这个达拉的渴望，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加1，并且获得10的品质。因为我们的围城爆发的品质呢每10点品质可以获得 20% 的这个伤害总增对禁锢敌人，所以达拉的渴望可以提升这个对禁锢敌人 20% 的伤害总增，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投射加速，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点到的这个
加投射物速度的技能点都会转化成这个伤害增加，不是转化，是额外的伤害增加。这样不仅我们这个打上去落地的这个弩箭速度更快，并且还可以得到伤害增加，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围城爆发。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拉塔的强袭，它可以让我们装这个5发弩箭，5发弩箭，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打，并且还有一个20的这个攻速增加。这样我们要翻滚，这样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翻滚换弹，就是我们的空格键，看，让我们打完之后一个空格键，它就装填完毕了。这就是我们的围城爆发的插的技能。围城爆发是分为2段技能的。围城爆发的面板呢，它这里每秒伤害显示的是一个我们第一段的这个伤害，实际上围城爆发的伤害呢，它的主要伤害来源是它的第二段，第一段就是说我们这个弩箭插到敌人身上，这是第一段伤害。插到敌人身上呢，会原地留下一个箭矢，这个箭矢会爆炸，它的爆炸就会造成它的第二段伤害。所以你看它的面板只有几万，实际上它的爆发实际上它的主要伤害来源在它的第二段伤害，所以这个面板是不是很准的，并且它会受到这个对胫骨敌人有一个伤害增加，并且我们的手套会有一个对胫骨敌人额外的一个胫骨敌人会承受额外的伤害，这个品质和这个手套的这个伤害增加在这个面板是无法体验出来的，所以说看似只有7万多8万多的面板实则它的伤害是非常恐怖的，蛮恐怖的。然后就是我们的高爆榴弹，我们给它装备成这个2技能，我们是分为1技能和2技能的。1技能主要是打这个围城爆发，2技能是这个榴弹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围城爆发冰结电结这2个结都是绑定这个绑定这个1的，这个怒火和3项是1、2都开的，包括风舞者也是1、2都开的。幻影射手是绑定榴弹的，因为幻影射手里面丢出来的是高爆榴弹嘛，对吧？所以我们的1就有这个围城爆发2个结，这个是只有1开的。榴弹呢是高爆加闪光，以及这个幻影射手是这个只有2的。1、2都开的呢是风舞者、无尽怒火和3项，这个就能分清了继续介绍我们的高爆榴弹。我们高爆榴弹呢，给它装多重射击、元素武装以及这个眩晕、承载以及升帆，也叫做从容不迫。我们的武器2单独给它一把这个摧城弩，前缀尽量找伤害高的副武器我们可以找随意一点的。前缀反正找伤害高的，后缀我们自己给它打个+5和这个榴弹2次启动当然大家有钱的可以找这个投射物+7的，然后自己再打一个榴弹2次启动。我们榴弹高爆可以去补我们伤害不够的时候，就打 BOSS 的时候偶尔会丢几颗高爆，因为对我这个号而言摧城的伤害非常高只需要偶尔补一点高爆就可以了。高爆给他也是放上这个眩晕，让他打 BOSS 的时候把 BOSS 的这个眩晕条打满，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围城去输出 BOSS。
伤害非常够。包括我们的闪光榴弹也是一样的，主要功能也是用来眩晕 BOSS 的。所以打 BOSS 我最常见的操作就是丢2颗闪光弹，然后这样我们的这个回城爆发输出 BOSS， 这是我最常见的操作。只有当碰到一些特别弱的 BOSS 的时候，我才会丢我的高爆以及喊我的兄弟来帮我输出。正常情况，我比较不是很弱的 BOSS， 我都会丢2颗闪光弹把它晕住之后，我再用左键的摧城就把它干掉了。我们主要不用留闪光弹打伤害，所以说闪光弹我们可以放这个眩晕3，高爆放眩晕2，因为高爆可以补一点伤害，而闪光弹的伤害它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给它放上眩晕3以及这个缺恢复，这样我们让它的CD 更快一点。因为有的 BOSS 你可能2颗晕不住，因为现在 BOSS 出来都有那个减伤机制嘛，有时候2颗会晕不住所以你可能要等个几秒钟，等第3颗好，然后再把它晕住。然后就是我们的冰霜之劫，我们给它放上这个元素武装、元素专注征服光环2加范围的，远程射击加伤害的，电刑也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辅助技能。它跟电劫是一样的，我们都插了电刑，这样我们这个冰霜之劫打出的这个闪电伤害会作用于电刑触电，就是作用于触电。当我们触电之后呢它就属于一个禁锢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围城对禁锢的敌人伤害增加就可以触发。禁锢包括冰冻、定身、沉重眩晕和这个触电，所以冰结的这个电就可以去打触电，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解的电也可以去打触电，甚至我还给电解塞了这个冰冻，让它可以去冻住敌人，冻住敌人之后也可以触发冰结，所以打起来就是围城爆发触发电解，电解去触发冰结，这么一个原理。但是大家如果觉得冰结的触发效率不够高，大家可以把冰结换成自己喜欢的技能，换成这个紧急时刻或者一些其他的技能，大家可以自己选。因为我们的三项是非常非常平的，非常非常平，前后加起来除以2，3个速度非常接近，只有电稍微低一点，但是会触发这个亢奋，亢奋触发之后电会上来，这3个差不多平了。这是我实战去演一次一次去试出来的，所以说大家注意3项的配平，配不平的时候要多调整。冰结反正介绍完了，现在就3项。3项它是分一个档位的，3项到27级是一个档位，23级也是一个档位。long 说电劫要火伤最高吗？电劫不用火伤最高，因为我现在这种情况是3种伤害已经配好了，所以电劫冰劫就无所谓，就让它保持原来。你看打开冰劫其实伤害也是差不多的，3种元素都差不多的，打开电劫3种元素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无论触发冰劫还是电劫它都不会打乱我们的3项，这个是我3项配平完的结果。这种就不依赖于这个去进行伤害转化了。而我们以前依赖这种双节去进行这个伤害配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考虑到大家对这个3项不好掌控嘛，不好把握嘛，所以说用那种方式去进行一个3项的调平。而这一种是比较高端的一种，比较偏细节的一种配平方式，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面板伤害都配得比较平，这是比较进阶的内容了大家可能配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非常正常的，多试多学习多实践
这样大家会能进步。回到三项27级是一个坎，23级是一个坎，所以我把我的3项加到23级就够了，因为我实在到不了27级。27级这里是 7%， 每30点有 7%， 打满就是300点，就 70% 的元素伤害增加。如果你是27级，它就是 8%， 就是 80%。所以能达到27级，尽量达到27级，达不了27级我们就达到23级，对吧？那把它的品质加上，这样在250点共鸣以上的时候，它就有这个22的这个技能速度增加。然后讲到我们电解我给它插上冰冻使电解的伤害能这个造成冰冻以触发我们的这个冰解。然后给它元素武装，然后给它电穿和冰穿。给电穿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电型打伤害以更好的达到这个触电的目的。打这个冰穿是为了更好的触发这个冰冻，大家可以看的情况调整，就觉得有更好的插法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更改，都可以。无尽怒火不说了，100点惊魂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这个盛怒的状态当惊魂多的时候可以开起来。插的技能是因为我们要触发这个水晶免疫，让我们免疫点燃，让我们红色最多，所以我需要给它插这个红色的辅助宝石，让我们这个达到这个免疫点燃的目的。因为当我们武器1的时候，现在是24颗，当我们是武器1的时候，这武器2的这5颗是不生效的，所以要减去5，所以是19大于17大于5，所以免疫点燃。武器2的时候同理要减去武器1的5颗，所以也是19大于17大于5，所以免疫点燃。 OK 就 OK 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风舞者，也是尽量的去插这个红色的东西以保持我们这个免疫点燃。当免疫点燃触发的时候，如果你有空的格子，你可以去插翅膀啦、瘫痪啦以及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看得来。然后就是幻影射手只绑定武器2，我给它插的是高爆榴弹，然后配这个多重射击、承载、元素武装、升帆。大家也可以换成这个闪光弹，也可以，这样你可以空格键加你自己的闪光弹以及你这个兄弟丢的闪光弹，更好的打晕 BOSS。这样有时候就可以不用补第3颗闪光弹了，因为有时候2颗打不晕嘛，你这样可以空格让你兄弟帮你丢闪光弹，是 OK 的。然后技能我们就介绍完了，然后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首先我选的是这个3.3的这个武器底子，最好选的是什么呢？最好的选的是弩箭速度的，增加弩箭速度的。因为弩箭速度可以影响我们的手感，这样让我们的这个弩箭更快落地，伤害更高。因为我们有这个投射物加速，最优的当然是这个弩箭速度增加的基底的其他的都大差不差。然后后缀我们最好选的当然是攻速猛攻以及这个攻击技能加5，如果有投射物技能加7也是非常棒的。像投射物技能加7加猛攻加一个攻速，就非常非常的暴力副武器我们选择摧城弩前缀尽量找伤害高的，后缀找2次启动和这个攻击技能加5或者加7，或者投射物技能加7都可以一定要有这个2次启动，这可以自己上去的在前面的视频都讲过了，所以就不做赘述。然后就是我们的手套
国际服叫无与伦比在国服叫公理不存，它可以让我们这个禁锢的累积降低。就正常我们禁锢累积要达到100%才可以将敌人禁锢嘛，对吧？无论是眩晕触电什么什么之类的，正常都是要达满100%才可以触发。而你戴了这个手套之后，它可以降到50%，甚至可以瓦得更低，瓦到48%，甚至更低，对吧？然后我们对禁锢的敌人能提高更多的伤害，非常的厉害。看似只有24%这个原来是20你可以瓦的非常高我就找了一个24的，看似只有20多，实际上打起来效果非常棒，因为要配合我们的这个配合我们的围城爆发的这个品质效果以及这个手套有一个联动，所以打起来效果非常的棒。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狼头了我们找一个惊魂，瓦出惊魂的最好，对吧？其他的都差不多。然后项链，我们选择惊魂基底的项链以及前缀带惊魂的，这样可以提供60多的惊魂，配合我们头瓦出的20多惊魂，可以多找90惊魂，配合狼头自己可以达到190惊魂，这样就有290惊魂，我们就可以开出我们所有的想要的技能前缀另外2条找全域防御和闪避的后缀找这个投射物+3另外2条大家可以自己看。我选的是技能品质和这个全速抗，这个项链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极品，因为每一条对我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提升。所以我们选择纷争高手国服叫做追分阵的人，在这个位置有移速，有投射物伤害，有投射物速度，同时这个投射物速度还会为我们转成伤害，所以非常好。然后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西里的战衣，也是我们猎魔人这个赛季毕业的衣服。我们尽量选择这个额外冰点伤害高的，并且闪避值高的。你看这个是我自己瓦的，我就瓦到了260的闪避值以及26的额外冰伤害，非常的暴力，大家尽量选择闪避高的和额外冰高的其他的无所谓。然后腰带我们选择这个猎手腰带最好是能这个瓦出这个闪避值的最好是闪避值加抗性的，也是非常棒的，将能减轻我们其他部位抗性的压力。鞋子我们选择后缀带偏斜的纯闪避的鞋子闪避越高越好，带偏斜就可以 OK。然后就是我们的戒指，你看这个时候就涉及到3项的问题了。我的戒指都是闪电冰冷偏多的，都没有看到这个火焰点伤，看就只有这里有一条火焰伤增加，但这条是不能弥补这个火焰点伤缺失的这个情况的。我左右两边的戒指都没有这个火焰伤害以至于最后我配平的时候呢发现我火焰伤害比较欠缺，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去拿这个力抗黑暗国服叫抗衡黑暗去拿这个额外的火焰伤害，然后点到这4个点，并且这个部位，并且这个水井之心也是全景之，也叫全景之心，我们也找了这个额外火，我甚至不敢找这个双额外，实际上是我穷最后调整的时候发现没钱了实际上是可以找这个双额外的，但是一定要带额外火我这边有额外火，这边有额外火弥补了我2个戒指上没有火的这个劣势因为我们要配平我们的3项嘛，要让我们的3项尽量平，对吧所以这就是配平3项的一个小技巧。戒指
前面反正找伤害，冰点、电点、火点、雾点，闪电伤害增加、火焰伤害增加、冰霜伤害增加都可以，非常的自由。后缀反正找抗性，对吧？补求我们的抗性，非常棒。然后呢，我们的护符选择这个免疫流血、免疫中毒、免疫冰冻。免疫冰冻你可以换成这个受到混沌伤害时，反正触发的那一个祝福。免疫点燃，反正我们这里已经免疫了。然后药剂的话，可以选择这个顺回药剂，都可以，这些比较随意啊，比较随意。然后我们的装备也介绍完了，技能也介绍完了。天赋点到时候大家看我的那个评论置顶的链接去抄就好了，反正没什么好说的。介绍一下这个珠宝。首先我们需要有一颗全景之心，去找这个外伤害，去配平你的3项。除了额外之外呢，其他的词条可以找什么呢？来自身体护甲的闪避值提高 ，OK， 非常棒。增加造成异常状态的几率也可以，非常棒。移动速度也可以，攻击速度也可以。这全景之心。抗暗黑暗呢，我们插在这个位置，然后点出这4个点，这样抗暗黑暗能提供非常多的这个额外伤害。这里甚至可以找双额外，如果有钱的话。但是我比较穷所以就找一个单额外就可以了。然后吃到这4个点，这边找了一个回城加3的这个钻石，非常棒，非常棒。这边我们找到这种妄想阵，我们去找这个专精射击，专精射击在这个位置，增加我们十字弩的伤害，增加我们的弩箭速度，非常棒，非常棒。其他的可能大家就看得超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正我们尽量去找这种弩箭投射速度的，看投射速度的，这个到时候大家去抄就好了。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都可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讲究的。然后我们刷一张图看一下，刚好 T16。我找一个残破原野，随便放几个加这个怪物效用的，3个加怪物效用的 T16 图打一下。我们是不挑图的，进去之后你的盾会比较少，因为刚进图刷新的时候有个 bug， 这个时候摁2下 X，就切到571再切到571嘛，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你的盾正常了，这个时候就往前走就好了。看见怪物你就左键点地面，它会在你点的地方的一圈去搜寻这个附近的怪物，然后打他们，还是比较自动的。大家只需要注意一些持续伤害地面的就行。看打小我的伤比较平，就是我3项配平的结果。3项配满之后就非常厉害，但是有时候猎手会偷到一些额外的属性伤害，会导致你的3项不平，没有关系，可能能使你大多数的情况3项是平的，就 OK 了。建议少数的猎手偷属性的情况，他们不做考虑，反正就一路推。当你打关坑或者神庙的时候呢，你求稳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在远处，站在屏幕外面，你可以站在中间，然后去点屏幕外面、屏幕边缘的怪物，一样是能打到的，所以它的攻击距离非常远。当你足够狗的时候呢，
你就基本不会死了。但是我是比较奔放的，我会冲到怪堆里面去打，这样比较容易摔倒。那你摔倒的时候怎么办呢？ ESC 返回角色，再回来，它就会刷新你的护盾。哎，刷新你的护盾，就算你的护盾是0，你可以返回角色再过来，还会将你护盾刷新，所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机制。我们要多活学活用起来。打 BOSS 怎么打呢？用他闪光弹，然后把他打晕之后用平 A 打他，他就死了。包括这个怪闪光弹，然后平 A 打他，他就死了。高级地图红高时，伤害非常的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催神爆发品质提升，再配合这个手套所达到的效果。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好了，大概就讲这么多了。大家给我点赞投币，感谢。